丢完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教练98，我说什么98？他说98迈。然后我说是测错吗？一颗而已。他说没有，全部的球探都是这个速度。然后后来他打电话完给我没多久之后，哇，新闻全部这爆炸了，真的爆炸，真的是爆炸。滴酒不沾，那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难的，因为在大专里面，超难，你要滴酒不沾，可能真的是蛮困难的。那我说啊，那你们如果有一些迎新或聚餐的时候都会喝啊？他说对啊，但我都不喝，我都喝水。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我们一直没有让所有，比如说包括教练啊、选手或者是家长等，或体能教练、营养师、心理师，他们一起坐下来，好好的讨论说，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会是比较有效率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键盘球探，我是主持人 Danny， 我是主持人阿月。如果是透过 YouTube 来观看的一个观众朋友，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Podcast 节目，会有更多台湾棒球相关的分析与讨论。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透过底下的资讯栏的连结，用1顿午餐钱每个月给我们小额赞助，让我跟 Danny 在未来可以把键盘球探当成正职，持续的为大家提供优质的一个节目内容哦。好，那其实在上集的部分我们已经跟子妍聊了非常的多嘛，因为在黑山羊他有非常多的经验，那他过去的所学也帮助到很多的选手。那在上集我们也聊到很多相关的训练方法以及训练的知识，我觉得其实突破了我很多原本就有的这种窠臼思维，没错，我觉得我看到了新的一片天空。那我觉得上集比较多还是围绕在基础训练的知识上，但下集的部分我们来聊一些我觉得棒球迷可能更兴奋的事情，我就针对更多在黑山羊的案例，让我们子妍有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第一个我要提的选手，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一开始听到黑山羊这3个字所认识到，就是因为这位选手嘛，就是刘志荣。那刘志荣现在如果有不知道的朋友，我帮你科普一下，刘志荣现在是在美国的职棒体系下，在红袜队，那也是很有机会在今年摸到大联盟的一位选手嘛。那刘志荣当初就是非常有名的，他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大家对他更多的认识就是一个游击手。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有蛮多中职的球探都认为刘志荣就是个游击手，而且可能会是当届或是近几年那时候近5年最好的一个游击手，因为他卡打很好，动作很好，行云流水。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到高中毕业前，大家应该都会觉得他可能比如说加入中职参加选秀，会是一个第一轮被选到的游击手这样子的概念。但那时候刚好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刚好还是怎样的契机，志荣我记得高3最后是有伤的，也或许他很想出国，所以呢其实他没有马上投入中职的选秀，反而先去念了文化大学。那文化大学之后就开始这个黑山羊传奇了，因为刘志荣就到了黑山羊做训练。所以在这个部分就要先问一下子妍，在刘志荣的这一块当初黑山羊一炮而红，就是因为刘志荣在你们这边做的体能跟肌力的训练才有这种爆发性的成长嘛。那子妍可以稍稍透露或者是大量透露，我们也很欢迎，就是志荣当初的课表是怎么做制定的？你一开始有针对他做怎样的检测，有发现到他可能哪边需要再加强再强化，让他有所突破吗？那这样子的东西大概训练到多久以后志荣才有这样所谓的突破性的成长，可能在跟高中比起来球速快了10甚至15公里这样子的差异呢？好，他真的一个令人蛮印象深刻的选手啊。那我一直很印象深刻，就是从我当时候接触到他的时候是1月，那他在成名亚锦赛不是亚锦赛，那个梅花旗成名的时候是9月。OK， 对，所以其实大概9个月的时间，他就造成这种突破性的成长。但是我认为那是因为他天生的条件真的是比一般人就要还好，因为在我还没有接触到他之前，其实我完全不认识他啦，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那么优秀。对，那其实是接触到他之后，我才去找这个人嘛，因为我们通常在训练之前，我们都会针对这个客户稍微去了解一下他的状况。那他其实就是大1的时候他受伤，他肩膀高3就受伤了。那大1的时候他是在复健，对，那在复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接触重量训练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大2才到我这边来。对，然后我才开始让他正规，因为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受伤好了，已经是可以完全把他的重量往上拉这件事情。所以从那1月到9月的时间，其实他是蛮完整的训练，因为他那时候其实学校总教练蛮支持他，就是出去复健跟重训的，所以他可以很把很多时间的心力花在这个部分上面。所以他从那时候就是开始很规律的训练。那
他什么时候有突破性的成长？其实从他吃到我的重量课表的没多久，我就认为他是一个突破性很高的人。为什么？ Okay.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在科学上其实没有很清楚的定义选手的天赋的，因为他很难定义。没错。那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如果正常来说，一般的球员训练会进步，但是他的曲线是可能是慢慢的往上走，这是正常。嗯，那志龙他的吃完训练的反应是很大幅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刚刚上礼拜那一集有提到是说，我们会做侧立板，会做爆发力的测试，没错，我们会测那个垂直跳高度。对。那志龙来，我第一次测的时候是49公分，垂直跳高度49。他的第二次测验大概是2个月后，他就跳63、61，我有点忘记62、63。OK， 这是一个很巨量的成长。那你说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他的身体的能力跟天赋是真的，可能刚好我们的剂量他下去的时候，他就是很适应。OK， 那大部分的选手，他可能一开始假设他49公分，他可能训练的时候可能是51、52，慢慢的这样子往上成长。大部分的人是这样，所以我只能说他在科学上他是统计的极端值，了解，他是一个对，会是这样。所以那9个月他就是一直往上突破性的成长，在身体能力上。但是我并没有针对他的机制去做调整，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敢贸然的动他的动作，所以其实那个他真的他身体投球的记忆太好，所以他一出来然后一丢，然后他丢完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教练98，我说什么98？他说98迈。然后我说是测错吗？一颗而已。他说没有，全部的球探都是这个速度。然后后来他打电话完给我没多久之后，哇，新闻全部这爆炸了，真的爆炸，真的是爆炸。因为从来没有在国内看过这样的选手，就是通常都是出国接受一段训练的时候到达150。那他很幸运的就是他是在国内长出这个球速的。对。我补充一下，这个差异有多大？第一个刘志荣不是说135到150，他是145到快要160，他那时候丢到98，可能是157、158这种速度，所以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突破的速度了。所以这个是代表他是一个 PR 98、99还要再往上突破这种概念，所以那个难度是完全不一样。那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子妍提到，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做到这件事。我可以先问一个点嘛？因为你刚刚说测到98嘛，那应该是9个月在梅花期嘛，就是训练了9个月。那你是说2个月已经有成效，好，我们现在不是在卖成药，那2个月就有成效的情况之下，那时候他在你们那边有测到球速吗？那时候就有一个速度的成长了吗？没有，在他还没有丢在梅花期出现之前，其实我们都没有测球速，你们完全没测。Okay. 所以刘志荣，我觉得他也超强，完全耐得住性子，他就是吃你的菜单。做身体的强化，对，因为我们当时候并不知道会发生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对，因为他受伤回来，所以他的进程要小心一点点，因为我们不希望他急着要回去投球，理解，然后让他再次受伤这件事情，所以他一直是压到大概7月的时候才开始丢球。OK， 所以他在7月以前，因为他是2刀流，所以他在7月以前他都是只有打击。OK， 还打了一些，可是他那时候在打击就已经是很有差了，对，没错，击球距离就有很大的落差了，对，没错，哇！所以那时候等到他可能经过7个月才开始牛棚，甚至是站立牛棚，也都还不是捕手蹲等等，他有一个进程，所以他几乎是一回归，因为7个月到9个月就是2个月的时间，一回归，这有点像是我们2月开始春训，3月底4月开始打正式的季赛，大概就是这个概念，2个月而已，他就投到98了。那我问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的问题除了刘志荣本身他练武奇才天赋异禀以外，在子妍你这边怎么看他到底还有哪些你觉得是关键的成功因素？他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是让你觉得，或者他哪些地方的成长爆发性的突破，你觉得会是造就他可能从一个极速可能145到150之间的投手，可以突破到变成快要摸到160的投手？好，这是蛮关键的。其实应该是说大家应该都会听过就是自律。那自律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在我们运动表现的这个领域很多因素都会影响
他的运动表现，例如饮食，对，睡眠、作息、恢复，对，所有跟运动表现会有关的，基本上只要我跟他讲之后，他就会做。OK， 所以比如说就是你睡觉要好好睡这件事情，他就会真的贯彻的去执行。那饮料这个更不用讲，因为我认为他应该是我目前遇过最不会受到那些其他诱惑，因为像饮料啊，因为像他们可能常常会喝什么珍奶啊，或者是含糖饮料、球队、碳酸饮料，或者是，但大家可能就是一般的选手可能就觉得说这没关系，偶尔喝一杯，他是完全不碰，而且滴酒不沾。我说滴酒不沾，那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难的，因为在大专里面超难，你要滴酒不沾，可能真的是蛮困难的。然后我说啊，那你们如果有一些迎新或聚餐的时候都会喝啊？他说对啊，但我都不喝，我都喝水。所以他就是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对，他可能完全就是不要的事情，他就是会影响到他运动表现，他就是完全不做。懂。对，然后规律训练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啦，因为即便到他现在已经是就是已经到小联盟，甚至已经接近到大联盟选手的这个等级，他没有因为这样的情况耽误他的训练，是，所以他即便他休赛季回来，他是先敲他的训练的时间 ，OK， 才安排他的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代言，或者是出席，或者是出去玩，他一定是先把他的训练的时间敲好了，才做其他的安排。懂，我觉得他完全把你说棒球是他的工作也好，或是他最热爱的事情也好，他永远把这放第一顺位。所以在他这么样的想追求一个突破表现的时候，他就把所有可以让他表现得更好的方法，无论是在体能的训练上、饮食上、作息的规律上，有的没有的，我觉得他已经超越大谷了。大谷最近进的女色，没话开玩笑。大谷的把持力还不如我们家刘志荣啊，当然是开玩笑。但刘志荣就是一个这样的选手，所以我觉得练武奇才可能是一个部分，是天分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你够不够努力，够不够认真，这个东西就是你够努力、够认真，就一定会有一些回报。不敢说回报是100%，但它一定是个正相关嘛。你不会说更努力，结果回报反而变少了。所以刘志荣应该就是你说这叫天时地利人和，肯定不太是，就是他自我的要求加上他自己的天分，所以才有办法造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吃到你的菜单，然后他就突破性的成长成为一个这么优秀的投手。我觉得真是听起来有点梦幻。阿月，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问的？我一定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刚刚听这一段的感觉，我觉得子妍真的超级谦虚的，因为大家听子妍一直在讲说志荣做对了哪些事情，志荣多自律，志荣多么天赋异禀，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听到他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件事情。就我还是想要问一下子妍啊，就是说我觉得但这是一个超级梦幻的 case， 它应该是所有教练梦寐以求的一个 case。你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很多判断，开对了菜单。就算志荣是一个天赋再优异的选手，我相信他绝对不是在每一家训练中心都可以达到一样的成果。所以我们刚刚谈到 Danny 的问题是志荣做对了哪些事情，那我还是想要回到黑山羊身上。子妍，你觉得你回顾当下这9个月的一个梦幻的跟志荣合作的历程，你觉得你做对了哪些判断，开对了哪些菜单，做对了哪些事情？好，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剂量。对，因为身体是这样，身体是你给它合适的剂量，它会一直进步嘛，然后随着你的休息恢复，然后再一直往上走，这是我们人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反应。是你做什么样的训练，身体就给你怎么样的回馈。那如果你一直做超量的训练，你身体是会有超量的疲劳。那如果恢复不过来，其实你的所做的训练基本上都是白费。了解。所以我认为，在很多人都想要问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他到底要怎么回答。但因为有点难，是因为它牵涉的内容有一点太复杂，然后又太多，所以我可以简单的就是统整，就是剂量要下得刚刚好。OK， 对。会是怎样理解？所以我知道了，我换一个方式问，我就知道答案了哈。在这段时间里，子妍，你有做错什么吗？没有，所以大家就这是一件超级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听起来，但子妍，我觉得你超级不邀功的，但我的认知里，你其实就是OK， 运动科学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依照你的学识知识，你看的这些论文的内容，你就去设计相对应的菜单。所以
我觉得你是一个超级谦虚的人，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才有办法有现在的刘志荣。至少我觉得我这样保底应该讲的是对的吧？至少我们这样检验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尽量让那个出错的几率降低啊。OK，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就尤其是对于天赋异禀的选手，我觉得只要他不受伤，只要他不出 trouble。有天赋的选手，他自然那个量上去，他就会上去了，因为他很有办法自己突破天花板。对，可能子妍在旁边更多的是协助他不要受伤，不要冲太快。不要，你接下来不要牛棚哦，你接下来还要再等一等，再忍一下。我觉得搞不好这是你需要花更多时间跟志荣去聊，因为我们近期才访问过大沙嘛，大沙那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个东西，他说他回来想要1个礼拜休息全休以后，他就要投入体能跟肌力的训练，是他那边的教练说不行，还是子妍那边说不行，至少要休2个礼拜以上，好沙子成你才可以能投入这样的训练。我觉得他也是对于自我要求很高的一个选手，所以接下来好志荣聊了差不多快告一段落，我接下来就问子成啊，因为我觉得沙子成跟刘志荣不太是类似的选手。第一个，他们的身材不太像，对，因为子成非常高190，那可能刘志荣180左右，所以他们在身材上或者刘志荣高一点180出头，但基本上他们不太像是同类型的投手。那第二个点就是。即便大沙这个休赛季做了很多的训练，但他还是不是像刘志荣这种一练很壮，可能肌肉量的成长、体重的成长，我觉得也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所以在这种2个，我觉得有一点点极端啊。如果我用故意比较极端来讲，子成比较像是竹竿人类型的投手，刘志荣就比较像是 typical 一点的，比较典型的这种台湾投手。那你自己在针对这种2种不同类型的选手，菜单上会有什么落差吗？其实如果你看志荣高中的时候。大概跟沙子成现在的偏竹竿差不多一样，懂？ Okay. 就是普遍高中生的这种瘦。对，因为其实台湾普遍的高中生都是偏瘦啦。对、对，然后特别是那种又越高的选手，他看起来又更瘦一点点。所以其实志荣高3的时候，我看那个，我再回去看他以前照片，其实也是很瘦，而且志荣又黑，对，所以看起来更瘦。大沙他的身材条件是相对是更好的，更高一点。对，那只是他接触棒球经验可能比志荣稍微起步晚一点点，但我觉得那不影响。对，那他今年的休赛季，你说他瘦吗？他今年的休赛季从77公斤增重到87公斤，没错，所以其实我认为他们形态上，如果你有按照我们教练开的课表，然后规律的在走，其实它的幅度跟成效真的是都看得见。那我问一个，我不知道这会有点私人的问题，不知道子妍可不可以回答？那大沙一开始在你们这边做测力板，一开始基础的测试，跟志荣做这种基础的测试，他们俩可能最大的落差会是哪边？然后最后就会导致到，可能你们开的菜单会需要针对大沙近期的需求来做一些补强跟强化。大沙他在测试上，其实在那个力量测试上或爆发力测试上，其实他们起始点不会差太多。那主要大沙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可能是因为他也比较高，跟他的下肢其实使用上没有那么好。了解。他的骨盆的旋转其实没有志荣原本的好。OK。所以其实除了一般的肌力训练以外，其实他的教练有帮他设计的。蛮大量跟他髋的旋转有关的课表有关，了解。对，但我先问一个问题，我自己以一个小白体能训练小白，我一直觉得像这种髋的旋转活动度，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吃天分。那这个东西子妍你怎么看呢？就是这真的后天能做到多少的训练上的弥补？因为你说刚讲比如投球动力练好了，你要让它顺序性是对的，让他有在做这个动作，我觉得是一回事。但活动度有些人天花板有限，他一方面我觉得有些人很难去领悟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其一。第二方面就是他就真的动不了，他就真的大概只能这样。就像是很多教练要教我打击要怎样打，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出他们那样子的动作跟活动度。那你怎么看这件事呢？在髋关节的旋转这件事情上，活动度的提升，你们有办法针对它做一个有效强化吗？如果他在身体的能力没有办法改善的情况下，理当应该是要去设计适合他的打击动作。我这边有一个例子，是我以前在带大专的棒球的时候，就是我最早那时候在南华的时候 ，OK， 我遇过一个选手，他的脚踝活动度，他是打者，他的脚踝活动度不好 ，OK， 然后即便我改善了，他也成效也不是很明显，他脚踝还是非常的卡，那有可能是天生的问题，懂？对，所以那时候应该要怎么办？那时候我有跟他提醒他，你可以试着去在踩的时候，或许踩开一点点，
就是让他的脚踝的限制不要到太大。你讲的是他前胯脚着地的时候，对，他前脚踩下去的那个瞬间，因为他如果很卡，他是没有办法做旋转的。对，所以如果他试着把他的脚踩的位置稍微开一点点，它会有助于他在力量上的释放。是，那个是就是完全是已经身体能力没办法解决之后，我们会从设计他的动作去着手。完全理解，因为这就有点像是因材施教。我觉得刚刚子妍讲一部分是天生，但我觉得更多的选手可能是受伤。他受完伤以后，他可能某些关节的活动度受限，他可能某些特定的动作他做不到了。比如说有些投手手受伤、肩膀受伤以后，他就是举不高了，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必须得针对每个不同的个案去针对他们的需求去微调，或是针对他们去做设计，让他们如何在受限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去做运动表现的突破，对吧？对。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超级精彩，所以真的又 echo back 到上一集讲的没有什么叫做一定的，每个都是depends， 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成长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会导致到子妍就要设计不同的菜单、不同的想法来帮助这些人成长。其实刚刚子妍讲这个南华的打者脚踝活动度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还蛮有感的，因为我最近研究投球嘛，大家这个听众朋友知道我会去一些训练机构研究投球。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说，如果说他今天这个动作，他是一个所有高阶成功的选手都一定会有的动作，那我们相对可能是无法舍弃的，因为他一定就是在机制的层面上，他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性。但今天如果我们发现说，他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动作，在他的这个个案上，他可以丢到100，可能是这个因素，但是其他人可能丢到98、99，他也没有看到这么夸张的一个现象。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把所有的选手都往那个方向去做调整，而是更偏向因材施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没错。那我接下来想要再问一下，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志荣跟大沙，那志荣跟大沙现在都已经是职业的选手了。最近一个算是应该是黑山羊的一个最近比较知名的一个客户，我觉得也是最近声量很高，大家也很关注、很喜爱的一位选手，就是刚刚加入这个日本火腿队的孙艺磊选手啦。从很早的阶段，甚至我不确定是不是有到国中的阶段，就已经跟你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然后一路上在这个青棒里面，他应该都有到你这边去做一个训练，应该都有跟他合作的一个经验。那我觉得我想要提出来这样的例子是说，可能从15、16岁这样的选手，他在这个身体的发育都还没有到非常完整，他的一个身体的结构都还在迅速的一个变化，他在长高，他的手脚正在变长等等的。那我们如果举孙艺磊的 case 来讲，你跟他合作的经验，你觉得这一路上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呢？好，那艺磊他这个选手是从国3开始在我这边训练，国3。那他后来高中其实是到古堡的青棒队嘛，那是古堡其实他们很支持运动科学，所以他们自己其实里面也有聘体能教练。那他上去古堡之后，其实偶尔才来我这里训练，但是因为他们里面本身自己也有训练师嘛，所以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衔接，所以他其实在高中也获得很完整的发展。那我认为青棒跟青少棒的这个阶段的选手啊，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等。OK， 因为他在快速成长的这个阶段啊，会面临很多状况是，比如说他长高，但是他长高的这段时间可长可短，或者是比较早或比较晚。是的，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一个阶段的选手的时候，其实我们主要不是一直把它的重量往上压，因为一直往上压，有时候你如果没有拿捏好，其实比较容易也是会造成受伤这件事情。是的，那受伤会影响到他生长或长高这件事情，那我们是比较不希望看见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课表比较着重在他的上下半身的连接。就是有点像是协调性，就是他在做一些协调性的动作，他可不可以很好的做出来？而且这个阶段比较适合发展的是速度跟敏捷的特质。那会一直等到他长高，然后等到他的骨骼或肌肉比较完整之后，就是发育比较好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发展力量这个特质。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国高中的爸妈，其实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会等到他就是成长的阶段比较完整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做比较重的重量。那前面家长都会很担心说啊，我小朋友没有力量，会不会长不高？其实这个都不会是问题。
懂，就是看菜单怎么制定，然后因为就是像子妍刚讲，有针对比较年纪比较想像轻棒或者轻少棒的选手，你也不会急着加重量给他嘛，因为也没意义，反而可能会造成负向的一个表现，所以其实就是按照他们现在的需求，就像你刚讲，我觉得很 make sense 啊。即便是运动不是运动小白体能训练小白对我来说，我觉得超级懂的就是先从一些协调性相关的东西着手，那可能让他未来如果真的已经发育完成，要开始吃重量以后，他搞不好就有一个加速的效果，因为他等于是把一些基本功都已经做好了，所以他只要肌肉挂上去，他的爆发力可能就会有很突破性的成长。而且他就是小朋友在抽高之后啊，他会有一段时间，你会看他会很不协调。懂，他也还没习惯自己的身体构造，而且这段时间可长可短，是的，每个人不太一样，所以在这段时间的家长就很焦虑，就是他会觉得说我小朋友力量怎么没有出来啊，或者是怎么打击就是没有 power。但是即便连易磊这样的选手，他都有一段几乎长达半年的时间是看起来不那么协调。对。可是你会发现，他到高三的时候，就是国三嘛，然后高一、高二，其实他的速度并没有长出来，没错，还没有很完整的长出来。是到高三的时候，他可能真正发育完了之后，他的力量上来，搭配他之前做的这些累积下来之后，也是很惊人。对。所以那我还蛮好奇，我就继续追问一下子妍他可能在高二我们在看孙易磊投球，那时候他也有在投，可是他可能极速145，好一点可能148，甚至可能还没摸到150，但是到了高三他可能可以投到155，甚至比155更快。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你们有做了什么样特别的菜单？比如说你那时候已经判断易磊你现在已经高二，我觉得你发育的差不多，所以我开始加怎样的重量训练菜单进去，还是有做什么样的改变调整，让他在最后的这个高中最后一年有一个突破性的成长，那最后就到日本去旅外了。其实并没有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循序渐进，就跟志荣的案例是一样的。我们是持续的在做肌力训练这件事情，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会投到那么快。OK， 对。那易磊也是，就是我们还是持续的让他在做肌力训练这件事情。那只是他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针对他的机制去做一些微调。只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微调的幅度可以这么惊人。了解，对，其实就是旋转时序的这个问题。OK， 动力链的东西，这个部分在大部分的轻棒的选手基本上都会有。没错，对，那只是你练习之后，有些人比较快，有些人可能还不一定可以掌握的那么好，所以就是他刚好就是属于也是天赋掌握比较快的那些人。对，所以他在高三也是就是突破性的成长。懂，所以这样听起来，子妍就是其实对于运动选手或是棒球选手来说，这些菜单可能某个程度是大同小异，只要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构造的问题或是受伤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大同小异。或许10个投手去找你，他们吃的菜单几乎90%是一样，但最后运动表现是一个很残酷的嘛，天赋好的，然后愿意做的、努力认真的，他就会是脱颖而出的那一个。对吧？应该是这样子，没错。讲到孙易磊这个 case， 想要也再问一下子妍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孙易磊像他们轻棒选手，我觉得现在以台湾的轻棒的赛制而言，有点混乱，因为你很难去区分他的赛季跟休赛季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台湾的一个，如果你已经是主力的一线队的选手的话，你上学期要打黑豹旗，可能还有一些小杯赛等等。然后下学期的话不用讲了，最大宗的杯赛木联玉山杯。如果你是一个顶尖选手的话，你会被叫去国家队的集训，打一大堆超级高强度的红白对战，然后选进国家队，然后去打世界杯，或者是去打亚青。OK， 所以其实真的是超级忙。那我想问一下子妍，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轻棒选手而言，因为如果是以职业选手的话，他相对赛季跟休赛季是泾渭分明的。休赛季他可以进行一些上力量这些可能基本的一些肌力与体能，你都可以周期化的训练把它放在休赛季。但轻棒选手现在好像很难去有一个太科学化或是周期化的训练，是因为他可能一直要在比赛。对，那所以如果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选手，尤其是顶尖选手，他要去国家队的话，这样的选手如果来到黑山羊，你会怎么样安排他的一个体能训练的周期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举我另外一个例子，是我的桌球选手，然后他也是目前的成人的国手。对，然后他们的训练时间呢非常的长。OK， 比赛非常的密集，大概跟轻棒有得比，有得拼。OK， 对，然后加上他们的训练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我每个礼拜只练他们2次。你要我在2次的训练里面去增加他什么？说真的，蛮困难的，蛮有限的。OK， 对，但是我们只能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去设计，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对。那以一垒的他们这种例子来说，他们的比赛超多，但他一定有大小之分。OK， 那如果是小比赛，那我就不会因为这些小比赛去调整，因为如果他的比赛的重要的程度可能不是那么大的话，那我们不会特别去调整。就你可以接受他这些小比赛没有调整到运动表现巅峰，所以他表现不好，我们是可以预期的。OK， 那就其实就也没关系，你就跟他讲，只要他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走，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他在最好的比赛有最好的表现，也就是说，像比如说黑豹旗啊、木联。或者是那些国际赛 U18，这种大比赛，我们认为他在这边有好的表现是最重要。对，所以我们是会设计整年的计划，就是他会让我知道他的比赛，然后我们去区分大小比赛，然后去设计我们要给他的东西。好，子妍，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非常多投手，我们不管是聊一垒也好，志荣也好，大杀也好，我觉得我们不能忘了打者啦，打者也是很重要。我们比赛对不对？9个人上去，至少有8个是打者嘛，所以打者我们一定要聊一下啦。所以在打者的部分，我们知道像以前也蛮多文化大学毕业的选手，或是那时候在学，像董秉轩也好，或是近期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像陈真也好，应该都有在你这边训练，甚至是现在都还在你这边做训练。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打者跟投手他们的菜单会有什么差别吗？或者是他们会更追求哪些数据上，或是哪些特别的地方做突破呢？好，那如果以身体能力、肌力上面来说，当然是差不多的。那唯一的差别是因为他们一个是投球，一个是拿球棒打击。他们在挥棒的角度跟宽转的一些角度其实是不一样。是，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针对打者的髋部的旋转跟腰部的旋转是比较多的啊，因为投手是有肩膀的部分，对，没错，但是打者就相对比较少，对，所以在课表上面的差异就是一样是比例上的问题，就是可能投手的肩膀的课表可能就会稍微多一点点，那打者他在髋跟腰旋转的这个部分的课表可能就会多一点点，但是从志荣的这个案例之后，其实后面开启了火球的这个时代，对，所以其实我现在的重心其实是放在打者。哦，真的，反而是在打者的身上。对，因为打者其实是相对更难练的，打者是被动，因为投手是主动，你可能把他的机制练好，把他投球，他的速度可能就会就是可能就会出现。对，打者最难的一部分是在他的判断，没错，没错，而且这一部分在台湾目前的训练上，可能相对应来说不是那么足够。哇，所以让我们在因应更高层级的投手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哦，这点我真的超有兴趣要问子妍，我没想到你连这个就我们传统在讲这种 hitting tool 的东西，你也可以办法做，比如手眼协调，或是球棒的控制能力，或是针对高阶投手的适应力怎么做突破，你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东西吗？这件事情在我的训练中心没有办法做，是因为我的训练中心比较小，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比如说发球机的训练或是什么。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大部分就是假设我2个都是打击出速都是一样的打者，对，照理说我们在球场上应该表现会一样，但一定都不一样嘛。没错，有些人是3成的，有些人是2成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判断球跟他的好球带的设定，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对，是。但是这个部分在一般传统的球队里面的训练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实战训练啦。懂。那实战训练是因为要配合投手嘛，投手他有实战，我们才有打者下去打。没错。但是因为投手的人少，他投颗数又不多，所以打者相对可以下去训练的那个量就不够，量就很少。没错。那要怎么弥补这件事情？我后来有想了一些方法啦。那举例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在就是用发球机，但是我们可以把2台发球机摆在一起。OK， 一台是发直球，一台发变化球。我要在球发出去的那一个瞬间，告诉这个打者他应该要打哪一颗球，懂？然后让他在瞬间去做出判断，然后确实击球。但是我印象中还没有在台湾有看过类似的训练，或许有，但是可能比较少。对，所以造成就是台湾的打者在实战的训练
变得相对很少，加上现在的投手的变化球的犀利程度又越来越高，你如果没有更多这样的训练，对他们来说，他们要去因应高层级的投手的时候就会很吃力。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很希望可以我们的打者再往上一点，那未来在国际赛成绩可能会更好，更往上走。对，因为你这样讲已经是突破所谓运动就是机制上，我们传统认为到体能训练中心甚至运动表现中心，传统上我们都以为修机制，增加肌肉量，增加它的基本的这个体干的强度，已经完全超越这件事。你训练的是更多不一样的层面，尤其在打者这一块，就像你讲的，棒球就是这样嘛。这个投手刘志宏在台湾投98，在美国也会投98，但这个打者在台湾是全垒打王，到日本可能就不是。对，我没有在指谁，大家不要对号入座。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打者就像子妍讲，是一个被动的，投手就是掌握了比赛70%以上的这个 tempo 也好，然后投捕之间的搭配，打者就只能就接受吧，他就是这样投，你就要去面对他。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听起来子妍还没有办法到很完整的设计出一个完整的配套，或是实务上在这边有在做突破。但我其实超级期待未来有一天黑山羊能够在这一块能够做一个突破，让所谓的打者的运动表现最后这一块 hitting tool 也能够补足的话，我觉得那整个成效，你刚才说这一条龙到最后这个终点，你真的都会做到了。是，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看到我们打者开一个分部，对黑山羊的分部，专门处理这后面的这个运动表现的这一块，非常期待啦。好啦，但我觉得也进入到节目的尾声啦，我们来聊一个稍微沉重一点的话题希望子妍可以火力全开啦。好，我们来聊一下所谓台湾的这种科学化训练，跟所谓的像这个肌力与体能训练。其实当然我觉得台湾我自己的体感因为我是对这块有兴趣的资讯的一个受众，我觉得这3年来台湾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因为我们的起步真的很低大概是这样，我自己的体感是这样。那其实跟美国还有可能在职业运动上面，我觉得我们的在训练上面的完整程度跟科学化的程度，我觉得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啦。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子妍，就是说就你的观点来看，台湾的一个职棒球团或是职业运动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或者说大家有什么观点上你觉得真的是应该要更与时俱进的？因为我自己是运动科学的背景出来的，所以我们在针对很多训练的方法或内容的时候，其实是有依据的。是，所以我们并不是说靠感觉去做训练这件事情，当然一定会有感觉的成分，就是每个教练的经验或他判断，他应该会加入他自己的调整的方式。没错，但基本上他 base 在你的科学的背景上面。但我们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我们一直没有让所有，比如说包括教练啊、选手或者是家长等，或体能教练、营养师、心理师，他们一起坐下来，好好的讨论说，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会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其实科学文献其实它是一个公开的资源，所以其实大家都会知道。那到底有没有人就是知道之后，然后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去讨论这件事情？我们最早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篮球队的总教练，他其实是很愿意相信我们，而且我们会大量的讨论，而且是坐下来讨论。是，然后教练会听取我们的意见，然后去修正他的训练的内容。是，我觉得那时候的那个模式啊，是我认为台湾未来应该要走向的模式，因为现在是专业分工，我们有很多其实我们在各个不管是心理、营养或者是肌力体能都有专业的人才，那只是现在没有人可以把它很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很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可以大幅提升台湾的棒球实力，甚至是可以去跟日本或美国去比。因为其实像易磊他最近去到火腿队，然后他最近有一个牛棚影片还蛮红的，有，没错，里面的那个主持人他说很难得可以看到这样的选手有这样的机制。那我觉得他对我们台湾的棒球是一种肯定啊。那不管是对我们的不管是我们总教练，或者是对我们这个环境的认同，我觉得那个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因为其实在我们的专业之上，我们也可以产出世界级的选手。是的，对，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追上世界的浪潮，应该是指日可待啊。
对，好啊，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子妍聊更多。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我觉得意犹未尽。所以如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很希望再邀请子妍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啦。所以最后，子妍你还要补充什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吗？就是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人投入我们这一块领域，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一块领域相对它是人才算蛮少的。了解，所以变成是说，如果有更多的人投入这个领域，其实会让整体的运动环境，不管在各个运动项目都一样，它应该会蓬勃发展。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我们应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在澳洲已经是他们的运科非常的发达，所以即便他们的人口不多，但是他们的选手都在世界各个项目里面，他们的成绩都是很顶尖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朝向他们这种模式下去发展。子妍，那如果针对一些听众真的想要进入这个领域，成为一个专业的肌力与体能的教练的话，你对这样的人有怎么样的一个职涯上的建议吗？我认为要进到我们这个领域，就必须，我觉得他的个性应该也要相对适合。OK， 那因为假设你要训练的是职业选手，或者是你要训练的是顶尖的选手，他都这么自律了，你等于是你要跟着他一样自律，也不要说一样自律，但是你要跟着他一起成长。OK， 因为比如说自律，因为像志龙啊，他在训练的时候，他非常规律，他连休假是都不休假，所以他很常都跟我约那种跨年要连假的时候，过年他也没有在休，懂？所以他就变成是说，教练也要跟着他去成长嘛，所以你也必须要牺牲相对应的时间去跟着他一起成长。所以我认为你要进到这个领域，你的个性应该要适合，就是你有愿意要跟选手一起成长的心态，没错，可能才会走得比较顺遂一点啦。选手奉献了这么多，教练也得奉献这么多，才有办法帮助愿意奉献这么多的选手进步的更多。是。好了，那我觉得最后来做个小小的结论了。我觉得今天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令我大开眼界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像我这种体能训练小白，一开始以为黑山羊是什么体能训练中心，但绝对是不只是运动表现的一个训练中心。所以在今天聊了很多东西里面，当然体能训练、肌力的训练一定也是黑山羊工作里面的一环，服务客户里面的一环，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到运动表现的提升。所以其实子妍他们在黑山羊里面看了更多的面向，不只是肌力与体能，它还有很多只要能够帮助到这些选手能够在运动表现做得更好，他们就依照每个投手不一样的特性，因材施教，做一些计划的改变也好，计划的调整、菜单的改变等等的，来让每一个选手在现阶段他需要的东西得到最好的突破跟成长，让他未来有最好的运动表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在打者的训练不只是一般的动力练啊、肌力体能强化，还有更多是 hitting tool， 这些是我原本没有想象到，原来其实子妍也很想要做这一块，所以真的是没有愧对黑山羊运动表现中心的这个名字啦，就是 performance 就是你最后的目标，你希望的就是让所有的选手能够得到最好的运动表现。那透过你们的训练，我相信已经有很多的成功案例，无论是志荣、大沙或者是近期的孙艺磊也好，我相信未来持续的复制更多更好的台湾棒球的人才，那就靠黑山羊跟子妍了。没错。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子妍来参加我们节目啦，也希望大家听得过瘾，听得开心，我们有机会下次再邀请子妍来聊更多啦。我是主持人 Danny， 我是主持人阿月，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拜拜。